6毛8一斤的，玉米1块钱一个了，那还今天特价9毛8一斤的。丝瓜是啥价呢？丝瓜1块3毛8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，又到吃玉米的季节了。趁着玉米大下市的季节，一定要多买一点，给它储存起来，等到来年再吃，就像新鲜的一样。现在的玉米才1块钱一个，过完这段时间以后，玉米瞬间就会涨到2块5至3块钱一个哦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多买一点，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玉米储藏方法，等到过完年再吃，经济又实惠，而且还像新鲜的一样哦。顺便再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怎样煮玉米才好吃。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。今天买的玉米啊，又大又饱满，沉甸甸的，真的是很划算哦。现在来给大家讨论一个事儿哈，请问你们在蒸玉米或者是煮玉米吃的时候，是不是和我现在一样？首先把外皮先给它扒掉。假如说你要是蒸玉米吃或者是煮玉米吃的话，首先把外皮扒掉，这是错误的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我们来说一下哈。第一个，玉米没有外皮的保护，在水里面蒸煮的时候，那个养分呐、水分会大量的流失，也包括了糖分，吃起来呢，所以口感呢也会差一点。那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？其实啊，方法很简单。首先用刀先把玉米把子给切掉，然后再把外面的老叶子给揭掉，最少要给它留上2层叶子。这样做呢，不管你是蒸着吃还是煮着吃，或者是给它储存起来，都特别的好用哦。首先把买回的玉米把子全部切掉，揭掉2层叶子以后，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样煮玉米才好吃。最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怎样储存玉米，放1年像新鲜的一样。首先要根据你们家的人口，能吃几个玉米，就把几个玉米放进锅里面，然后再多加一点点的清水，没过玉米就可以了。然后在玉米里面加一点点的食盐，加食盐第一个能增加口味，第二个能增甜。像这样加一点盐煮出来的玉米，格外的香甜哦。但是盐也不可以加的太多，盐加多了，不但不能增加口感，而且还会起反作用哦。然后盖住盖子，用大火先给它煮开。大火煮开以后，给它翻动翻动，然后盖住盖子，转中小火，再煮个5、6分钟就可以啦。现在玉米已经煮熟了，在开盖的一瞬间，香味扑鼻，这种清香的味道，也就是来自我们在煮玉米的时候带着包谷叶一起煮的功劳。比如说就像我们平时包粽子一样，用了的都是竹叶，等粽子蒸好了以后，就会留下竹叶的清香。这个道理呢是一样的。带着包谷叶煮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吃不完的用保鲜膜给它包住，放入冰箱保鲜，到第2天吃的时候用微波炉加热，依然还可以保持新鲜香甜，就像现煮的一样哦。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嫩玉米的保存方法。按我这种方法保存，放1年也像新鲜的一样哦，而且水分一点都不会流失。按我这种方法保存下来的玉米，可以炖骨头汤，也可以蒸着吃，也可以煮着吃，还可以生榨玉米汁，做黄金玉米烙等。把带包谷叶的玉米给它摆放在锅里面，然后再加上适量的清水，盖住盖子，大火先给它煮开。水煮开后大约又煮了3分钟左右，打开盖子，把下面大约煮了有8成熟的玉米先给它捞出。这个玉米啊，不需要煮得太久，把里面的奶浆给它煮凝固就可以了。煮的时间太长，里面的养分和糖分都会流失的。等2次再加工的时候，香度和甜度都不够了。把下面煮熟的捞出以后，把上面的继续再给它煮个2、3分钟。现在下面的也已经煮好了，全部都给它捞出。捞出以后给它冷凉备用。全部捞出以后，按此方法把剩下来的玉米全部都给它煮熟。把捞出的玉米全部给它摆放在头朝下，把水给它沥一沥。等它冷凉的时候，
我们呢用保鲜膜一个一个的给它裹起来，像这样呢，第一个不容易流失水分，第二个呢，它里面的香味和甜味也不会流失。裹好了以后，把两头给整理一下，把头呢给它封闭严实，像这样我们的一个玉米就算做好了。看到这里，朋友们可能会说，何必那么麻烦呢？不用煮熟，直接就像这样留上2层叶子，用保鲜膜包住，不是一样的吗？说不定还会更加新鲜呢。假如说你要是认为不用煮熟，直接就像这样把子掰掉，然后呢留上2层叶子，用保鲜膜包住，然后呢放入冰箱保存。要是这种想法的话，都是大错特错哟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。第一个，因为玉米没有经过高温消毒，我们肉眼都看不见的微生物和细菌都很多，放在冰箱里的话，它会污染其他的食物哦。第二个呢，现在的玉米都很嫩，用手掐开你会发现里面冒着洁白的奶浆，经过冰箱冻了以后，它就会变成冰渣渣了。等到下次再煮的时候，冰渣渣自然就会变成水，流入锅里面。等玉米煮熟以后，你就会发现玉米粒个个都会空了一大半哦。但是玉米煮后就不一样了，因为煮后的玉米里面的奶浆呢，它就会凝固，不管放多长时间，里面的水分呢，它也不会流失。煮熟的玉米一个一个的用保鲜膜包住，全部包完了以后，然后用一个大一点的食品袋，3个或者是5个给它放入一袋，再把袋子封口上面给它封紧，然后呢再给它放入冰箱冷藏，随时用随时取，放1年也不会坏哦。按我这种方法储存的玉米，可以炒松子玉米，也可以生榨玉米汁，也可以用它炖大骨汤，也可以直接用水煮着吃，也可以蒸着吃，不管你怎样吃都很好吃哦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